嗨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今天来赶点进度，所以再来录一集人类图小学堂。那一样，最近大家也知道我有点偷懒，不想打草稿，所以我们就再来玩这个翻这本人类图区分的科学。那今天就看看我们翻到哪里，我们就来讲里面的内容咯。好，来翻，我希望可以翻到通道，我往中间一点翻。到的是讨价波，我就往中间翻，中间这一段大概都是通道，想要讲通道，所以就往中间翻。果然，今天翻到的是118这条通道，闸门1到8，闸门1是在 G 中心，然后呢8是在喉咙中心。这条通道它又叫做启发的通道，这个启发指的是被创意、被创造力启发的通道，它是一条有很强大的影响力的通道。那闸门1在 G 中心的闸门1，它就是代表的是创意，然后那个创意就是要发自于你内心很喜欢的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过心流？我个人觉得 G 中心有定义的人比较容易体验到心流，因为心流这件事情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，沉浸做这件事情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会让你就是当你非常享受这个过程，会让你几乎有点类似时空都暂停，然后你就是完全沉浸在做这件事情，你很喜欢这件事情。它不是跟我做完这件事情我会得到什么有关，也不是说我今天来做这件事情我跟好多朋友聊天好开心，这个气氛很好，都不是，而是就是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在做它的时候，你就会完全投入，忘我到忘我。对，心流就是一种忘我的程度。那通常G中心有定义的人，我觉得比较容易达到心流的状态。那这个1号闸门代表创意的这个闸门，它需要的就是你沉浸在你做你很喜欢的事情的这个状态，然后会油然而生的创意，或者是你因为这个创意会让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它跟完全享受、非常喜欢而产生的这种艺术美创作这方面的创意是非常有关，所以它是一股很强大的创作的力量。那8号呢，它是在喉咙中心。8号这个喉咙中心的这个闸门8号，它称作为凝聚或贡献的闸门。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是，它蛮符合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聊过。我觉得喉咙中心虽然被称为喉咙中心，但我其实蛮喜欢说它是一个显化中心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靠说话才能发挥我们的影响力。那这个8号的闸门，它叫贡献的闸门，那也会有人说它叫凝聚的闸门。我觉得它是怎么样发挥你的影响力呢？不见得是靠说话，吸收别人对你的关注，你有可能是发表你的意见，你可能是说话，但有的时候是靠你身体力行，你实际去做。所以8号闸门它不见得是好像很会侃侃而谈，它是有的时候是会利用它的一些行动去展现，去把刚刚如果是1到8嘛，如果是1到8这条通道，怎么样用行动把我的这个创意做一个最大的贡献。那当这个条件符合的时候，它就会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自己是有1-8这条通道的话，你其实不用去想你要怎么去影响别人，你身体力行，然后完全沉浸在你觉得很棒的这个创意里面，去享受这件事情的时候，
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影响别人，就会是你最能够影响别人的那个瞬间。那如果你是只有1号闸门，那你可能是一个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你有很多创意，但你可能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把我的创意，怎么说，就是好好的介绍给这个世界。那8号闸门，如果呢你遇到一个8号闸门的伙伴，当然你们两个也要相处得来啦，不是随便遇到一个8号闸门就可以。就是你可能会发现这个8号闸门它的这个凝聚别人关注的这个特质，可以帮助你把你的创意介绍给别人。所以有一点类似8号闸门的这个特质，有一点点类似我们所谓的那种艺术家的经纪人啊。有些艺术家他不会推销自己嘛，但8号闸门就是知道用适合的方式把这个艺术家的创意推销出去，然后甚至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式的话，它就是有办法把本来看似没有办法赚钱的这些创意，通过他的方式，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商业模式，就可以赚钱。所以这个18这一条通道呢，它最大的影响力跟适合的商业模式就是创意、创造力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条通道的话，不要忽视你自己的创造力啦。那可能有人会说，可是我虽然有这条通道，但是我好像我做的事情就是一些很普通的，可能我是个公务员啊，或者是我是一般的行政的人啊，但是其实你可以想想，即使是很一般、很日常例行的工作，我是不是也有办法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，或者是说可以用更有艺术、更美的方式做好呢？去想想，并不是所有的人、所有的公务员都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一定你可以用你的方式，把你的工作做得更有创意，或是做得更漂亮、更有美感、更有艺术感，你就可以在你的生活中，或是在你的职场上脱颖而出。即使你做的是最平凡、最一般的工作，你也会跟别人有一点不同。我们今天这个翻到人类图这个区分的科学翻到的18这条通道，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介绍。好，那人类图小学堂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